嗨，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Mesh。那在之前的影片呢，也介绍过 Rhino 里面的曲面有分成 NURBS Surface 跟 Mesh。那在 Rhino 7里面还有一种新的叫 Sub-D， 也就是细分曲面。那这部分的话，在后续会再跟大家做介绍。一个 Mesh 面的构成，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点、边、面。那可以留意一下关于面的这个词的描述啊，比较常用的是 face 这个字。那接着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如何建构一个 mesh 面。好，打开我们的 Rhino， 我们先在 Rhino 视窗里面呢设置5个点，顺序的话先不用太在意。那接着呢，我们到 Grasshopper 这边，我们把 point 丢进来，我们选择 Set Multiple Points。好了之后按右键。然后我们到 Mesh 的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Construct Mesh。好，这边有3个参数，第一个的话是 Vertices， 那我们直接把点送进来。那下面这个呢是 Faces， 就是我们针对面的这个描述。那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刚刚丢进来这些点的这个顺序。我们到 Display 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Point List。好。我先把前面这个点隐藏，这个点隐藏。好，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点顺序是0、1、2、3、4。那 Mesh 里面的面呢，就分成了3边形跟4边形这2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的描述是它的这个面要怎么样建构成。那我们在这边点2下，我们输入 Panel 版。我们第一个先创造三角形的面，输入 T， 也就是 triangle， 然后在这边我们打一个大括号，然后我们的这个 triangle 想要是这个位置0、1、2这样这3个点，我们就把0分号1分号2这样输入进来。那下一个面呢，我想要创造的是4边形，也就是 quad， 所以这边是输入 Q， 然后呢，它的编号是。我刚刚是这样0、1、2，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输入1、3、4、2这样子一个点的顺序，所以1分号3、4、2，好了之后，我点一下右边，我们选择 Multiply Data， 因为我这边要输入2笔资料，然后呢，我们直接把它送到 Face 里面。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 Mesh 后面这边它就被建构而成了。那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边给它的点，还有我们这边是针对它建构起来面的一个描述。也就是说，我这边要创造一个三角形的 face， 然后它的点的顺序，它是要采用编号0、1、2的点，然后它是有这个顺序跟方向性的。那接着呢，要创造的是一个4边形，也就是 quad， 然后它的点采用的顺序是1、3、4、2。那最后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 mesh。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后面这边有针对这个 mesh 的描述，它有5个点，2个 face。我们刚刚在输入这个点的顺序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先用逆时针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输入这个点位顺序的时候，其实会牵涉到这个 face 它的方向性。我们到 Mesh 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Face Normals，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方向。我们直接把后面这个 Mesh 呢送到它的输入端，它在这边呢就取得了它的中心点跟方向。那我们到 Display 这边，我们选择这一个向量的显示。好，它的Anchor 就是中心点 ，Vector 就是这个 Normal。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方向性是朝上的。那这个的话呢，也是符合之前有提到我们在建立方向性的时候那个右手的法则。所以如果是顺时针方向的话呢，我们来试试看，如果把它变成是0、2、1，我们把 T 这边把它改成是0、2、1的描述。好，这个面它就变成是往下的。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mesh 它是这样子，是一个 mesh。所以说我们这个 mesh 它有2个 face， 但是它的 face 呢却有不同的方向性。那这个在建构 mesh 的时候是需要特别留意的。我们尽量将
每一个 face 它的方向都是朝向同一个方向。那刚刚有提到呢，一个 mesh 面的构成分成了点、边跟面。我们在前面这边描述这个点的顺序的时候，0、1、2其实就已经告诉它的这个边要怎么样形成了。那如果我们要另外来看边的资讯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另外截取出来。那如果你在 Rhino 里面这边看不到这些 mesh 的这个边的描述，我们可以到 Display 底下这边有一个针对 mesh 面的显示，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或者是关闭。像我这样就是关闭，所以我看不到这个 mesh 的边。我可以再把它点一下，这样就会打开了。好，那我们回到 mesh 边的截取，我们到 mesh 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mesh edges。好，我们直接把这个 mesh 送进来。那我们看到它后面的边分成了3种，那这代表了什么呢？我们到 parameter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curve 来分别看一下。第一个的话是 naked edges， 就是它是在外围的这个边，它是裸露在外面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是 interior， 就是它是在里面的，也就是这个边。那第3种呢，你看它是橘色的，这个是什么？那 manifold 表示它是非流行的，那这个流行不是 fashion 的那个流行哦，它是这样子写。那在提到流行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跟 mesh 息息相关的拓扑学。在拓扑学里面呢，这一个马克杯跟甜甜圈，它们的定义呢是一样的，好像有一点抽象。那我们可以观察它在中间都是有一个洞的一个实体。那它对于形成这个面的描述呢，或者是它面跟面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因此在拓扑学里面呢，它都是一样的。那在专有名词的描述呢，它是同胚还是同轮这部分的话，我就先不讨论，因为也是有点困难啊。我们只要知道它在拓扑学里面的定义，哦，这个是一样的，这样子就好。在我们刚刚的操作，我如果更改这个点的位置，像变成这样，或者是这样，在拓扑学里面呢，它都是被定义成同样一种关系而形成的形。我的这个 mesh 它虽然这样子变形了，可是我在定义它构成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这些点的这个顺序的这个描述是不变的。所以我们整个 mesh 的定义，它是比较注重在这一种关系上面的描述，是比较离散的。那在拓扑学里面呢，有个概念叫流行 manifold。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地球，如果用一个很大的三角形来看的话，这个三角形呢，它会是曲面的。那如果我们把这颗球它放到很大，我们几乎可以用一个平面的三角形来描述这一颗地球。那因此呢，这个地球它就是一种流形。简单来说呢，大部分可以被摊平的形状就是流形。那非流形呢，它是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像是这种情况，有超过2个以上的面呢，它共享了同样一个边，也就是 T junction， 或是这种领带型的，它2个面的连接，它只靠了一个点，而非一个边来连接。那这些形状呢，它都没有办法被妥善的摊平在2维的空间里面，因此呢，这种形状就是非流形 non-manifold。那如果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发生了这一种非流形的状况，我们就需要特别的留意或小心，因为尤其在你需要做后续 render 或者是要做 3D 列印的时候，可能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回到我们刚刚 Grasshopper 的这个定义，这个 mesh edges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非流形这边它是橘色，也就是表示说是没有的，因此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不用理会它这边后面是橘色的这个状况。那在前面这个 naked 这里，如果有的话，就表示说我这个 mesh 它是开放的，像是我们前面在做 surface 的时候，它是一个 open surface。
那如果我们没有 naked， 全部都只有 interior 的话呢，就表示说我们这个 mesh 它是封闭的 mesh， 就像我们前面 surface 它是一个 solid surface。好，那有了 mesh 的基本概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画一点小东西。首先呢，我们到 mesh 的标签底下，我们这边选择这个 mesh sphere， 我们直接画一个 mesh 的圆形。好，然后在 U 跟 V 啊，它这边预设是10，我这边先假设打一个16好了，然后我复制一个，这边我先把它拖成假设12。好，那接着呢，我们把这个 mesh， 我们把它炸开，我们到这边选择这个 deconstruct mesh。好，我们把它接进来，那可以看到它后面这边就被炸成了点、面，然后还有这个向量。那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点呢，它是一个 flatten 的状态，也就是呢，它这些点全部是在一个资料夹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在这边可以直接针对这些点先来做一个分组。我们到 set 标签底下这边，我们选择 partition list， 我们来帮它分组，我们把点送进来。然后我这边呢，想要假设先5个一组好了，这边的数字我们先不用太在意。好，我们把它分组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就变成了是有资料结构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针对这些资料夹来做一个分流，我们就可以使用上一堂课有教到的 split tree。我们到这个 tree 的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split tree。我想要把奇数的跟偶数的分开来，那在这边呢，我们先把它送进来。那在这个 data tree 这里，它目前呢是前面是000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在这边按右键选择 simplify， 把它前面呢是多余的重复的这个00，我们把它做一个删除。我们在这个 mask 这边呢，我们输入0.2这样。表示说呢，我想要针对偶数、奇数来做一个分流，因此呢，在 positive 这边就是所有偶数编号的一个资料夹，那在 negative 这边呢，就是所有奇数编号的一个资料夹。那接着呢，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奇数编号资料夹底下的点呢，沿着这个圆形的法向量方向，我们将它往外移。那因此呢，我们也需要针对这个法向量，我们需要将它做一样的分组，然后再一样的分流。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点是182个点，面呢有192个面，那向量呢有182个，表示说呢，它这个向量是针对这些点的法线方向的描述。因此呢，在这边我就可以直接用刚刚分类这些点的这个 partition list 跟 split tree， 我们直接针对这个向量来做同样的一个分组。那在这边我直接把它往下复制。好，然后我更改一下前面这边，把它改成 n 的这个 normal。那在这里呢，我把它这个 mask 做一个共用，我在这边就把它做删除。好，我稍微移动一下。那刚刚提到我们是想要针对奇数的来做一个移动，那在这边我们就选择 move。好，我要把它往法线方向，把它往外移动。好，这样子就有了。那如果你想要它往外移动的这个向量的大小呢大一点的话，我们直接把后面的这个向量，我们把它变大。我们可以到 Math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乘。好，我们这边假设给它乘一个2好了。好，我把它接进来，我稍微移动。好，再把它重新乘过的这个向量，再把它接回去，它就移动幅度就变比较大。好，那这个时候呢，我把原先这边偶数的点跟移动过后奇数的点，我需要把它再并回来。我们到 set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一个 merge。好，我们把这个 positive 也就是偶数的跟我们移动过后的把它接进来。好，可以看一下，它这边因为保留了原先资料夹的编号，所以我就不用再
特别的去调整它汇集回来的这个顺序，因为它就会直接照着资料夹编号由小到大的这样子一个排列。我针对前面这边的点先来做一个隐藏。好，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编辑后的这个点，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编辑后的点，维持它原先这个 face 的这个描述，我们再来创造一个新的一个 mesh。我们可以到 mesh 的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construct mesh， 这个是我们刚刚有用过的。好，我们把它送进来。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点呢，它是有一个阶级存在的，所以我们把它按右键选择 flatten。那我们 flatten 后的这个点排列的顺序会跟我们前面这边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刚刚并没有针对这些点的顺序去做一个更动。也就是说呢，前面这边针对这些点顺序，它构成这个 face 的这个描述，我们是可以沿用的。那我就直接将这个移动过位置的点把它送进来，然后在 face 这边我直接沿用它原本这个关系的描述。那下面这边这个是 color， 是它的颜色，那这边我们就先不用做设定，它是 optional 的。好，那我把前面这边先做隐藏。好，那可以看到一个有点有机形状的一个 mesh 就被我们构成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前面这边针对这个 mesh 它 UV 的分割大小啊，或者是后面这个 partition 的大小，我们也都可以做一个更改。那可以看到它 mesh 的构成呢，也都会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 back 回 Rhino 里面。好，它目前是 wireframe 显示，我们把它切换到 shaded， 那就可以看到它光影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再把这个 mesh 的边关闭显示一下，我们到 display 标签这边有这个 mesh wires， 我们把它取消打勾。好，这样，那我们就完成了一颗简易的小球。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呢，我们了解到了关于 mesh 网格面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它是一个比较注重建构关系的描述。我们也学到了如何设置基本的一个 mesh 面。那在透过 mesh edges 的这个电池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 manifold 的这个流行、非流行的这个一个定义。那后续呢，我们针对画这个小球的案例呢，有了更多关于 mesh 的一个练习。我们先设置了一个 mesh sphere， 然后透过呢把它炸开之后，针对它的这个点来进行一个分组，再利用这个我们上一堂课学过了这个 split tree 来针对它前面的这个点的分组来做一个资料夹的分流。我们再将分流后的不分点位呢做了一个移动。重新组合过后呢，再透过 construct mesh 来完成我们这一颗调整后的球。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哦。然后现在还有超级感谢的功能，如果你想多多支持我的话，也欢迎赞助哦。